嗨，今天要谈些什么？我们过去大部分影片都是把大家带入一个不一样的信念，因为不一样的信念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信念？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信念是有偏差、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提出一些正确的看法，偏向真实的看法，而不是偏向幻象的看法。我们从小到大所有学习到的东西，所有学习到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是要让我们进入幻象，而不是学习到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很怪，学习不就是学习到一些真实的状况啊？原本应该是不了解状况，然后学习了解到世界到底是什么，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是处于一种纯真的真实状态。那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建立起虚幻的结构。那这样的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偏离真实，而进入一个虚幻当中。那进入虚幻当中，也就是进入一个受局限的状态当中，把我们锁在一个渺小的状态，把我们变成一个故事里面一个小小的人物。那这个人物就是完全被受限的，然后锁在社会世界的这样的结构里面，然后变成一个渺小的人物。那我们谈的回归真实，我们要谈回家，或者说我们要有无限可能性去创造实相，然后去心想事成，去显化。那这些能力要怎么来？就是其实要从虚幻的锁定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回归我们真实的那个状态。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之前我们谈的大部分都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今天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虽然还是有一点概念性的，但是有一点实际操作的这种意味。那如何从虚幻当中解脱出来？那第一步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说我们要显化，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进行，我们才能达到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能够显化一切？如何能达到？那今天就是一个开始。很简单，就这样。没有声音。没有声音。那其实说，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课程，为什么不是课程？如果是一种学习，那又是锁在某一种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尽量的是，我们从局限的状态里面解脱出来，而不是去学习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那既然我们学习到的所有东西跟世界建构这整套系统是一个把我们局限的东西，那我们要如何从这里面解脱出来？那第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看成是假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如幻的视角。我们建立如幻的视角，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建立一套东西，然后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看待世界都是假的，都是如幻的，把世界当成幻境的建立一种信念、一种看法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幻。其实刚好倒反，我们建立如幻的视角是为了从幻里面回归真实。所以建立如幻的视角，不是去建立一个如幻的看法把一切都是看成假的。听起来这样好像是让我们自己进入一个假象里面，其实刚好倒反，我们是要从假象里面回归真实，所以我们必须把已经这些都是假象的状态看成是假的，那这时候我们才能够跳回真的。这听起来应该能够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假的看成真的，那我们就会一直活在假的里面，我们就在虚幻里。我们就在假象里面。那当我们能够把假象看成是假象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整个沉迷在假象里面，那我们就可以跳回真实。大家应该可以理解。那所以很单纯的就是，不管你要回家或者你要显化，按照自己的想法能够显化一切。那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如幻的视角，培养如幻的视角，把一切看成都是假象。只有把一切看成是假象，我们才能够回归真实的自己，抓回那个主导权。一旦我们拥有主导权，我们就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系统里面，因为我们把那个系统看成是假的，我们就从假的系统里面解脱出来，回归真实，那我们才能拥有力量。我们有力量去创造一切，我们就不会被局限在那个系统里面，我们就能够创造系统。我们一旦能创造系统，我们就能够如鱼得水的在世界里面玩耍，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要么就是回家，要么就是在世界里面能够尽情的玩耍。那所以今天第一步就是告诉大家，
真正你要启发你的显化能力，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步，先建立如幻的视角。我们要先承认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只是假象，都不是那么真实。为什么这么说？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被教育放在我们脑袋里面的一些信念，这些信念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看到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它是被灌输进来的，它只是一个被灌输进来的信念。那有一些是一定是真的啊，就是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例如说，就是父母生下我啊，那父母养育我啊，我有父母啊，还有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用到钱啊，所以必须要赚钱啊，我才有钱生活，我还要吃饭啊。那我如果不吃东西就会死啊，怎么能说啊都假的，不用吃东西吗？其实这每一项都不是绝对的。我们看到有人生下来就有钱，根本就不需要赚钱，为什么他不需要赚钱？那有人他生下来之后，虽然他父母亲不是那种亿万富翁，他不是有钱人，但是他一出社会没多久就中了头彩，结果又不用赚钱。有很多的例子会让我们变成其实是不需要赚钱，或者你忽然嫁了一个好老公，然后也不需要再赚钱了。也有人忽然意外的获得了遗产，然后也不用赚钱。所以有非常多的例子是，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工作，然后去赚钱，然后就可以生活。为什么这些人是这种情况？你说的没错，但是父母总是真的吧？我真的有父母啊，父母养育我，我对他有恩情啊。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信念？不就是人教育的吗？但是父母生下我是事实吧？他是我的父母怎么能觉得他是假的？你是什么生？你是一个精子跟卵子结合之后，然后所诞生的从细胞分裂出来的一个人。那所以你的父母，真正父母是那个精子跟卵子啊。但是爸爸跟妈妈，或是妈妈或是爸爸养育我长大的，他花了很多心力跟金钱，他用尽后半生，然后再养育我，然后给我吃的，给我很多资源。这就是一套信念系统，就是这个信念系统就是承袭之前的信念系统而来，他们就被教育成一定要养育你，然后给你吃给你喝，然后你就是他们的孩子。这就是一种信念系统啊。这全部都是信念系统下所建构的一套制度。就像我说过，有另外的世界，其实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两方面生出了孩子之后，孩子由国家来培养，并不属于这个男的跟女的。那所以他们并没有父母的观念。那生出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世界的。那这就是另外一套信念系统。那由此可知，不管是哪一套，它其实只是一种信念系统，而不是说真的就是这样。你爱怎么认为，其实都可以。你认为小孩并不属于所谓的父母的，也可以。那只是大家讲好的一套系统，讲好就可以啦，就照这样实施，然后一直流传下去，然后就照这样做。其实它只是一个一些信念。但是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啊，它就是一个信念系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 OK 吗？就会不会有一些父母生的小孩，然后就推卸责任说啊，那个反正我也可以不用养育他，然后就丢着他。那谁养育小孩啊？再不然就是小孩长大了，父母辛辛苦苦养长大了，结果小孩就不理父母了，然后丢下父母一个人老了，然后没有人照顾。这不就是故事吗？我们讲的就是离开故事。你所说的全部就是现在我们存在这个世界的那一套故事。我们讲的其实是完全离开故事。当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时候，你看我们看着镜头，然后现在在面对着镜头讲话，所谓的父母在哪里？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当下，其实只有我们的信念而已。我们信念是跟观众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脑中升起的一些信念。那这些信念还是基于过去的系统所产生的，而不是在这个当下有所谓的父母。那这样谁照顾父母，谁照顾小孩？这样子我不会有恶业吗？都不照顾。不是，没有人需要去背负另外一个人的一生，然后去认为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些一切都是信念，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会有一些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就是你不去养，那谁来养？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但是这个就是因为社会共识已经讲好了，就是社会的结构形成一个集体意识，共同显化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状态去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认为是真的，不要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把它认为是就是这样。如果你认为说就是这样，那没有错，我们就被整套结构所同化了。那我们要如何从结构当中能够跳脱出来，能够自由的去显化一切？我们没办法。我所说的
不是我们现在就把孩子丢弃，然后丢在路边，然后不去养他，然后把父母亲然后放在一边，然后不去理他。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个是已经继承的一个社会结构，我们可以继续按照这个去进行这些生活活动，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是真的，这只是整个社会灌输给我们信念所形成的一个现象，我们不用把这些当成是一个绝对的真相，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就是像我说，其他世界可以不这么认为，那可以你不这么认为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的系统。那所以其实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那只是大家讲好。对啊，就像以前有一个传统观念，就女人生下来就是要负责生小孩、养育小孩的，那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对啊，其实这些全部是信念，他把女人锁在这样的结构，让她一辈子就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男的就必须去工作，然后努力回来支持家庭，然后男的就去做那样的事情，然后男的女的，然后就把它锁在这样的结构，然后并且把这结构又传给下一代，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要这样生活。那所以我们就一辈子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然后男的就去拼命努力工作，然后工作一辈子，那女的就要照顾家庭，照顾一辈子，然后就结束了。然后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接受吗？就是我们认为说生命就只是这样嘛，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把我们设计好的故事，然后我们接受了，我们就这样活一辈子。大家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吗？为什么大家会看我们的影片？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怪怪的，不应该是这样。生命难道只是这样吗？这么局限到不能再局限，这么小的一个框框也不大一点，就这么小一个框框啊，男主外女主内啊，就照顾一辈子小孩啊，然后男的就工作一辈子，然后就这样子就锁在这个框框里面，这么小的框框，然后过一辈子，各位愿意吗？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框框。如果框框稍微大一点，像不同的维度、不同的世界，有比较大的框框，大的很舒服的也有。但是我们讲的不是大的框框，而是彻底从框框里面跳出来，你爱怎么进行、怎么玩都可以。这才是我们要表达，就是一切其实只是意识去反射、去建构的一个现象。那今天我们谈到要显化，像之前大家广泛的讨论的吸引力法则，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很少人能从吸引力法则里面去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局限的框框里面去使用吸引力法则，我们不管怎么吸引，还是在那个框框里面，所以你跳脱不出那个框框，你没有打破那个框框，你怎么做，你还是被锁在那个框框里面。所以我们认为说一定要努力赚钱，然后才能获得金钱，光这个小框框就可以把我们锁在我们拼命疲惫的去赚钱，然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对啊，你想要获得一点点钱，然后你就要努力工作。那你想说我想要吸引力法则，但是你不管怎么吸，你其实有这个观念在你就被锁在那里，你就吸不到了。所以我们有太多局限的观念了，我们一次根本没办法去把那么多局限观念一次给它改掉。光一个观念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几十年的这样，如果你要去改变一个观念，你都会觉得是困难的，就是不容易去消化它、改变它。是不是比较活得没有那么久的人比较容易？就是如果是那种活了50-60年，然后都很活在那个局限的框框里，要他短时间内改变就很有难度的。这因为自己会去反过来去验证嘛。我们去显化出一个状态，然后那个状态又告诉我们这是真的，然后我们一次一次，我们就会越来越坚固那个观念，然后导致自己觉得说这个观念是牢不可破的。所以几十年下来，你已经反复验证过几千次、几万次、几十万次同一个观念，你那个根深蒂固、非常牢固的观念，你是已经很难去打破它了。那你活了这么久，你怎么没有活在那个很狭窄的框架里？我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框架，这是我最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如果你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视野、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你们也不会锁在任何一个框框。你会知道说，世界其实一切框框只是自己信念作用，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框框的。而且是不是像灵性白菜比较容易受益于我们传达的讯息这些讯息？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对信念比较有弹性，比较不会认为信念就是绝对的，那这样子也是会比较容易接受。一旦很多灵性的
圈子或灵性的概念，会让我们造成说，我们只是从社会、从物质的观念，把它跳到另外一个所谓的灵性的观念。其实那个观念、那个信念还是一个框框，那就从一个框框跳到另外一个框框。对呀，其实并没有从框框跳出来。大部分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应该几乎对呀。目前呢？对呀，所以为什么谈解脱谈了半天，然后真正能解脱的人少之又少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只是从一个框框跳到另外一个框框，其实并没有离开框框。所以我们谈的不是说从一个概念转换到另外一个概念，从一个信念转换到另外一种信念，那等于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我们要谈的是从所有的信念，我们都看成它只是一个信念，它不是真实的。你现实中所遇到的一切现象，它只是我们内在信念的一个投射。生命只是一部投影机，你内在有什么信念，就投影到现实，然后就遇到那个现象的反射，它就是一部投影机。那既然是投影机，没有所谓的真实，一切只是信念的投射。那信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就是我可以这样认为，我可以认为 A， 我也可以认为 B。那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就不是固定的。所谓不真实，不是说没有那个现象，而是说不是一个固定的现象，我随时可以转变它。那就是因为可以随时转变，所以显化才会是有效的。就是我随时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信念去显现任何一种现象。那既然是这样，生命就是一个活的。那只要是活的，不是说没有现象，不是我投射信念不会有现象出来，现象是假的。所谓的假的、虚幻的、不真实的是，它永远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你随时可以变，你随时可以动，一切都是活的。那既然是活的，就没有一个所谓固定的现象。那没有固定的现象，所有的现象它都不是真实。所谓的真实就是不能改变的，不会动的。会不会还是有一些有固定的现象，就是什么碰到什么就一定会变成什么？例如说，在这个二元性世界嘛，就是会有地心引力啊，就是东西掉下来就是会碰到地板啊，不会浮起来啊，或是太阳一定会发光啊，不会发黑啊。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相信是这样，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信念里面。集体意识，也就是说大家都相信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活在这个现象里面。就像921地震，那有一些人就碰到了那个地震，那很多人没有碰到啊。那现在比如说香港很乱，那但是我们没有住在香港，我们就没有直接碰到这样的一个乱象。那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你知道有这个现象，但是你也不会去接触到，就是你没有去显化成你接触到那个现象，你并没有活在那个现象里面。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东西掉下来一定会怎么样，然后太阳一定会发光，这些就是一个集体意识形成的现象啊。有的人可能住在山洞里面，一辈子也没看过太阳，所以太阳是不是会发光，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我们接触那个现象，才对那个现象产生了意义。那我们如何会去接触到那个现象，还是靠我们的信念投射，我们才会去接触到某一个现象。所以即使那个现象是集体意识的产物，我们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它。除非我们的信念认同这个集体意识，跟集体意识是有共鸣的，这时候我们才会显化去接触到这个共同所认为的现象。那所以所谓的活，就是我爱感受什么就感受什么。所有的现象其实是用来换感受的，并不是那个现象的本身。感受是你又利用现象去让自己体会的，就是你投射了信念之后，然后这个信念，那个投射的信念，它里面带着感觉、带着感受、带着感情投射出去，然后让你产生了一个现象，现象又回归，让你自己感受到那个感觉、感情等等感受，那又回归自己身上。所以你投射出一个有感觉的信念，然后产生了一个现象，然后现象又把感觉带回来给你自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循环。那所以其实一切都只是换来的那个感觉，现象的本身并没有力量，一切都是感觉。所以当我们能够运用信念感觉的时候，我们能够自主的控制信念跟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显化我们所要的现象，而提供我们要的感觉回归给自己。这个就是显化法则。那基本上来说，为什么在显化法则里面这么单纯？为什么我们第一个要先把世界所有事情都看成是如幻的？那个就是为了我们只要建立一个如幻的视角，我们就可以软化我们所有的信念。
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是真的，那我们就会被锁在那个所谓的真的里面，不管那真的是什么啊，我真的必须工作才能够赚钱，那你就会被锁在我必须工作才能赚钱这种情形、这种现象，那你就真的会变成一定工作才能够有钱，你不工作就不会有钱，没有饭吃。就会造成这个现象。你一旦相信这个事情，那就没有办法，你就被锁在这里。那像这样诸如此类的信念，我们到底有多少在里面，算都算不清。所以为了要软化所有的信念，只有一个方法，先把所有都看成假的。那你把所有都看成假的，你就不会那么牢牢的抓住所有的东西，那你就可以软化所有的信念。这是第一步，软化所有的信念。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信念去面对啊，我碰到一个信念啊，我必须工作才能够赚钱，这样想的是错的，所以我换一个想法啊，不需要工作也可以获得金钱，赶快把它改过来。那我就暗示自己啊，不用工作也可以赚钱，不用工作也可以赚钱，不用工作也可以赚钱。然后你就把这样当成一个改变信念的方式、显化的方式。那其实你不管怎么暗示啊，你还是觉得，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啊，不工作不行，还是没有钱。你会被现实打败。什么叫被现实打败？就是情境一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不让自己感受到那个感觉，匮乏的感觉。你匮乏的信念提供匮乏感觉，又回归自己；匮乏的情境，然后又提供匮乏的感觉，然后你自己又感觉到匮乏，你又回来了。你挡不住啊。相信很多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看影片啊，看吸引力法则，看什么，看了很多，看显化法则，但是一面对那个情境一来，就是没办法。你挡不住啊，控制不了，又来了啊，真是啊。那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如幻的视角，一切不过就是游戏，一切就是假的，一切都是信念所投射、所显化的一种情境而已，它不是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你只要能软化这个，你建立起这个，所有信念你都觉得是可变，是软化的，你不会那么牢牢的抓住一切，因为一切都是假的。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你就不会牢牢抓住任何一个信念，这时候你才有可能去真正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显化。我好像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遇到墨子之前，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想了，我毕业之后要干嘛？我是不是要开始想一下我的未来要干嘛？我是不是要赚钱啊？因为好像人长大就要赚钱生活，养活自己，养家庭，什么什么等等等。那也要吃也要玩啊，那也必须要有钱哦。对啊，也不能都一辈子靠父母，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赚到钱。那个时候我是学艺术的嘛，表演艺术，我就是对演艺方面很有兴趣，想要做表演艺术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靠这个赚钱。我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遇到墨子，但是就带有一点观察者角度。那我从小就把这一切当作一场游戏，我就觉得啊，这里好像一个游乐园哦，我只专注我想做的事情，那其他的什么钱啊都不管它，我就想我要做的就是表演艺术。那就算我做这个，那穷到睡路边没有赚钱，我睡天桥下也没差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睡天桥下，穷到睡天桥下，那也是一种体验啊，那蛮好玩的啊。然后我就随便啊，开心就好了。那想当然，因为我对金钱没有这种恐惧嘛，我就不会显化出我好穷，我都没钱，然后很匮乏的情境。对啊，然后就一路就是很顺遂这样子。对啊，因为不会对金钱觉得很恐惧，怕自己没有钱什么的。对啊，所以大家能像乔乔一样，就是有睡路边的勇气吗？就是你想到，如果你穷到睡路边的话，你会觉得又怎么样？对啊，又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匮乏吗？对啊。因为真的哲学就是用一句话来作为他人生的一个哲学，就是又怎么样？就不管对什么事情碰到，然后最差的结果很惨的怎样，那想一想又怎么样？对啊，其实不就这样而已。对啊，人生不就是一些故事而已，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就是一种体验呢。对啊，又怎么样？其实大家想想，人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你要算一算几十年。那在地球整个历史，整个地球生命来说，几十亿、几百亿年里面，一个人的一生只不过像这样，在宇宙的这种洪流里面，人的生命不就这样一弹指而已，几十年就过了。然后到时候一切什么都带不走啊！你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故事发展成怎样，到时候就什么都不是。故事里面的一点点东西你都带不走。那所以故事不管怎么发展又怎么样？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瞬间熄灭的一个火花，又怎么样？好又怎么样？坏
又怎么样？重点是你每一个当下，你能不能把自己保持在那个频率，去让自己有美好的感觉。你不断的在那个永恒的美好感觉里面的时候，你的美好就是永恒的，你的喜悦就是永恒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情境，就即使你短暂人生过了之后，你还是保持那个喜悦存在，所以喜悦一直保持下去，并不会断掉。这才是真正要追求的，而不是那个啪一下的这种瞬间即逝、虚幻的情境。还有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从小就是学表演艺术嘛，那就连以前那种我想要从事表演艺术的工作，也是一种我以为，我以为我自己想做，我以为我想要成为演员或是艺人等等等。那但是当我遇到墨子之后，遇到我的双生火焰之后，灵魂分裂的另一半，那我就慢慢找回了与生俱来的本质。那我这才发现，并且更加肯定，原来这一切不就是个游戏嘛？那因为是社会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努力的方向，然后去做，你未来一定要做某一种职业，所以你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要去选择某一种职业，所以我就选了表演艺术，这个较接近我自己本质的一个行业，对。但是虽然说玩表演艺术的过程是很有趣的、很好玩的、很右脑、很有创意，但是又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觉得好像有点空虚的感觉，不知道到底是要抓到什么。对啊，那我就一直想，我为什么要从事表演艺术？只因为我喜欢吗？其实从以前我就觉得我的专长是很正面，我就一直想我的专长到底是什么？好像没有什么专长，但是就是比别人还要正面。然后我就觉得，好不错啊，我想要从事表演艺术这个行业，然后带给大家欢乐，散播欢乐，散播爱，我就有这个想法，就从小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可能就会在表演的时候很搞笑啊，很热情啊，但又总觉得好像缺少什么。那后来我就遇到墨子，找回自己的本质，灵性不断的一直快速提升爆升。那我就很快的停止了一些追逐，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大家猜，巧巧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什么？真正要的就是自己充满爱，并且把爱跟喜悦，然后满溢出来，然后感染整个世界，这才是自己真正想要，而不是去追逐，然后想要什么、获取什么。以前我就是想说，我要努力成为什么艺人啊，然后在某种角色，然后在电视上可能就是用我自身公众人物的力量，就是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然后去散播一些正能量。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就缺乏这种角色。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要自己充满爱，让整个地球、整个世界扬升，然后充满爱，那我不就显化出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吗？我显化出了墨子知道这么多智慧的讯息，那在这个当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我就可以把墨子拖出来，然后一起拍影片，直接分享啊！对啊，让这些讯息广泛的分享给全世界。对啊，我干嘛一定要当什么艺人，还是公众人物，还是演员？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什么人？为什么一定要当有钱人？这些不用什么钱，不用什么身份地位也可以做啊，对不对？对啊，我就发现哇，自由了，超赞的。而且这样子也不用辛辛苦苦我要成为什么角色，什么角色要有什么样的样子。那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公众人物就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对啊，那人家说当艺人都没有时间，还要去演戏干嘛？这么累干嘛？真的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吗？对啊，自己最清楚。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不是我想做的，我还比较希望去环游世界一圈这样子，还比较好玩。对啊，多自由啊！那些都是那个社会教育的，就对啊。你应该要有一个工作，你要出人头地，要有社会地位啊。这些应该太多了，就应该要怎样怎样，从1列到1000都可以，就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对啊，从小就被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而不是去问我们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对啊，那怎么样去按照你想要的，然后去感受到。重点不是那个你可以感受到你真正想感受的，而是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变成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把你塑造成某种形象。因为那个塑造其实太困难了，就应该要怎样列了太多，我们要符合那个每一条应该我们必须
我们就得付出很大的心力，就为了要符合每一条应该这样，那我们就活得很累啊。这个要应该这样，然后碰到这个又应该要那样，然后努力的去100%去符合那个应该啊，其实都达不到啊，能够达到7成8成，然后就自己就觉得好开心哦，终于能够符合7成了。那符合这些，我们要符合父母的期待，我们要符合老师的期待，然后又要符合老板的期待，又要符合社会的期待啊，管他那么多。我们就然后每一个都有应该这样。都有一堆应该，我们就一辈子活在这些应该里面从来就没有问问自己说，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想过什么生活？到底想要什么感觉？那些才是自己真正内在的一些感受，而不是外在这些应该。对啊，一般社会大家都很会冲刺，那有谁会停下来？对啊，在座的各位，你们真的很喜欢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吗？你知道你背后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吗？对啊，有时候说我想做什么，我想成为谁，成为什么，其实有可能都是社会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你的，于是你好像一种催眠，好像一种无意识的被植入的信念，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就以为是自己的东西这样子。真的吗？所以一切只是被植入的信念，一些信念形成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就活在一个被植入的结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共识现实，就是大家讲好了，然后就变成一个现实，然后这个现实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要。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苦，然后大家都觉得不开心？因为活在这样的结构里面，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那既然生活不是我们自己真正想要的，为什么不过真正想要的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入真正想要的模式，而去还继续活在那个我们并不想要的模式，继续下去，然后一辈子就这样。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是其实生活很简单，你想做什么，你不一定要成为什么角色啊。你想要演戏，你不一定要当演员啊，你也可以同时，例如说你喜欢演戏，那你就去演戏啊；喜欢跳舞，那你就去跳舞啊。如果你都喜欢，我喜欢唱歌、画画什么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说大家社会说什么要专精什么的，那个成语叫什么？就是可能老师啊或父母或社会告诉你说你要找一个要学有专精啊，要有一技之长。对，一技之长啊，你不能这样子，那个也学，那个也学，那你都没有一技之长，就什么都学啊，什么都不精通这样子。谁说一定要这样子的？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只是玩我想玩的，我管什么一技之长？对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跟钱扯上关系。为什么要一技之长？就是要换钱。要换钱嘛？对啊，就是这个社会就架构在这个金钱上面，然后去衡量一切这样。对啊。对啊，为什么我要学有专精？因为要赚钱。为什么要有一技之长？因为要赚钱。一切都是基于那个金钱的概念，然后金钱概念又把你锁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地方，然后你必须要努力才能够赚钱，然后你必须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才能够得到那个收获。为什么没有人教说一分耕耘其实有10分收获，100分收获？甚至为什么没有人说其实耕耘都不用耕耘就可以收获，直接收获就好了？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信念，都是植入让我们受困在一个很局限的范围。对啊。把我们的真正的潜能完全封闭、封锁、封印。这个就是假象，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活在一个假象里面，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都是一种被植入虚假的一套系统。我们必须承认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回真实，我们才能取回自己的力量，我们才不会被每天头脑跑出来的所有信念给同化、给控制，我们才能软化这些所有的这些信念。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其实我们眼睛看到的全部这些现象，都是建构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情境，不是这么真实的，被植入的。那既然信念可以显化一切，我们被装了一套虚幻假的信念，然后去显化出一套虚幻的情境，我们当然看到很多现象，我们认为说都存在啊，这些现象都会来，为什么会回到我身上来？就是因为我们被植入了虚幻的信念，然后我们信念可以显化出情境嘛，我们就把这些别人灌输我们的虚幻虚假的信念，然后在我们生命中显化出那些局限情境回到我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些情境，接触到之后，我们又回过来告诉自己说：你看吧，这些是真的吧？就是这样啊，不努力怎么能赚钱呢？
我已经尝试过啦，没办法，一定得努力才能够赚钱，不努力就没有办法赚钱。你为什么会显化出这些情境？因为你的信念，你被灌输进来、植入的这些信念，在你的生命中又反射到现实回过来，然后你再次证明他们是对的。那你只要去一再证明这些东西是对的、是真的，那你就被锁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先建立起如幻的视角。一切只不过信念所显化的，谈何真实？所有的现象都没有真实性，都只是一个反射。我只要改变信念，现象就会变动，就会改变。所以现象不是真实不变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是如幻的。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在做梦，我们先知道我们在做梦，我们才能够控梦。第一步先知梦，然后第二步就可以控梦，这就是清明梦。我们现在处的一模一样，我们先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梦境，我们再来才能够真正的去控梦。我们现在就是梦境嘛，那所以我们先知道是梦境，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它，我们就可以显化出我们所要的，就是这样，非常单纯。我们如果不知道现在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建立不起这个虚幻的，我们就虚幻的这种如幻的视角，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就谈不上我们能够如鱼得水、自由的去显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把一切都认为是真的，这些真的就把我们锁在那个既定的事实上，现实就是这样，没办法。所以大家要学习显化，第一步先建立如幻的视角，一切只是信念投射跑出来的现象，而不是那个现象是真的，所有现象都没真实性，只是信念的投射。我们就像一部投影机一样，把信念投射到世界，然后形成的现象又回归，让我们自己去感受，只是这样而已，没有所谓真实性，一切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既然是投影机，就像看电影一样，电影荧幕上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它只是投影出来的，并不存在。现实的所有情境一模一样，都是我们信念投影出来的一个讯号，回归让自己去接收而已，没有真实性，一切就是电影，一切就是梦，一切就是游戏。我们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才能够软化这些被僵化的这些信念。一旦我们可以去软化这些被僵化的信念，我们就有机会去显化出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的现实跟梦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其实这是两层不同的梦境，所以两层不同的梦境在显化的时候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我大概讲解一下，我们做梦的时候的梦境也是我们内在信念的一种投射，但是投射是即时的，而且是非线性的，就是没有道理可言，没有逻辑，然后啪，然后就跑出来梦境，我们就看到哇，我们在梦里面呢，就很多场景就跑出来了。那些梦境的投射就是非线性的，就不是那么逻辑性的，然后从这个场景可以马上跳到另外一个场景，它不需要有连贯性，也不需要有意义，就一定要这样子，都不需要。然后我们就会理所当然的觉得梦境就是这样，就是不需要连贯性，然后也非线性的，而且是立即投射就立即显现的。所以我们的内在立即投射，然后立即就显化出情境，然后就回归让我们自己感受。这是我们晚上做梦的一种状况，就是非线性的立即显化。那我们现在醒过来了，那还是一个显化的状态，但是这种显化状态是非立即性的显化，也就是我们投射了信念之后，那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现象回来。那这个让我们感觉不出它是信念所投射的。就我们看到现象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是随机遇到的。今天我踩到大便，我以为是倒霉随机遇到的。我绝对想象不到是我之前的一个信念所投射所造成的，我想不出来，因为它非立即性的。那所以我就认为说，不是，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所投射的，一切是外面给我的。其实一切都是自己投射的，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它非立即性，而且它是一种投射的时候是非线性，就是我天马行空的想象，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到了回归那个现实产生情境回归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线性的、有连贯性、有线性的现象回归，所以非线性的投射，然后线性的回归，所以这也会让我们造成说，现实不是我们信念所投射的一种假象，其实是因为它的投射的时候是我们怎么想象都可以，我们信念随便乱跑，但是当投射到现实的时候，它自动会生成故事，把一连串
不是那么线性的把它线性化，形成一个连贯的故事，然后再回归我们自己。所以让我们觉得，现实是另外一套，跟我们信念无关，我们会有这种错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线性投射，线性回归，然后并且有延迟的状况。所以其实一切跟做梦时候是一样的，都是信念所投射的，一切都是梦境。现在就是一种梦境，先建立起这个如幻的视角，把一切当成其实都只是信念投射的梦境而已，没有所谓的真实性，现象没有所谓的真实性。把这个建立起来，第一步先建立这个，之后我们就会再谈下一步如何进行显化。这个建立不起来，要显化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建立起如幻的视角。这就游戏嘛，就玩而已，就游戏吗？就梦而已，就电影而已，就游戏而已，那就玩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不用去把它看得那么真实。你不想工作就不工作啊，就躺在家里床上也可以啊。你不用有一技之长啊，你不用很努力，你不用冲刺啊，你不一定要去做什么，你不一定要拥有什么，别人叫你干嘛，你不一定要去做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讲，第一步建立起如幻的视角。拜拜。拜拜。